自然受孕的话，成功的几率可能会比较低。我建议你做试管。当然了，没有任何一家医院可以100%保证成功率。哎，你说那个之前不是有一次宫外孕吗？这个会不会有影响？这一点的确要慎重。宫外孕不仅会影响你的生育，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我建议你回去和周航好好商量一下，确实要冒这个风险嘛。这次检测还挺好的，你看，这个刚医生怎么说？你看多好啊，长得白白的，每天多喝点奶，晒晒太阳就好啦。没问题。还有，再适当补充一些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就没问题了。橙色光芒，温暖而有力量。书的主旨在于，投资于爱才是人生富裕的密码。一会儿李卫青可能从那儿走，我去堵一堵他，给他递个名片。我不会放过这次机会。在现代社会，良好的社会环境应鼓励人们追求和创造财富。来介绍一下，庞若，我美国的校友，之前我们一起工作上，下个礼拜进咱们公司，入职投资部。江一迪，你未来投资部的战友，认识一下。你好，你好。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洗手间。这种关于投资行业不多见。你说过你想要拿下维清读书会的，我会把它作为我入职新公司的第一份成绩单。好啊。不过我需要公司同事的支持啊！我刚入职，对公司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一迪是吧？啊，我可以邀请你做我的技术支持吗？不会介意吧？这样，待会儿我们加个微信，我把我的需求发给你。伊森，谢谢你这么关照我，这个项目你放心。谢谢大家。哎，那比赛我去堵一下李维清。老板，你今天找我来到底干嘛？我说了，给你介绍新的同事。这个项目我也想争取啊。唐若很有能力，是看得出来。对，我能力也不弱啊。好吧，我不管我们谈什么，首先需要有一个原则。我不希望我的下属互相掣肘，我也不希望我的下属恶意竞争。不会的，老板，你放心。但是我真的不想错失维清读书会这个项目。我没别的要求，我就是希望有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对，如果唐若能够拿下李卫清 ，OK， 没问题，我配合他。但如果我拿下了李卫清，我希望他也能配合我，就这么简单，可以吗？你就那么想做这个项目？对，可以吗？可以啊，好啊，去做吧。那个，对不起，老板，刚刚我态度有点激动。去做吧，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去吧。真的？对，做给我看看。行。
好了，热腾腾的鸡汤。我太佩服你了，毛小何。啊？我觉得你简直有3头6臂。要是我在这边炖着汤，那边炒着菜，我这汤就得扑出来，那炒菜的锅就得火着了，你知道吗？整个这厨房都得被我点了。呀，熟能生巧嘛。365天，天天都干这些事儿，干多了自然就习惯了。感觉好像有3头6臂。你说每个人这个天赋真是不一样。你要让我弄这些，就完全没有头绪，太麻烦了。这个麻烦什么呀？这做好吃的还怕麻烦呀？哎，我跟你说，我就特别喜欢我们几个冬天就围在一起吃着咕嘟咕嘟的砂锅，那种感觉就觉得可幸福了。那倒是。但关键是你这个，你不是偶然做一次，你是天天做呀。天天这么重复这些这么繁琐的事儿，不烦吗？不烦呀，小慧。其实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呢，跟你和薛来不一样，你们这个天生就是职场上的女性，可是我呢，我的价值在于家庭。我这每天啊，看着大林和佳佳吃着我准备的饭菜，然后看着我把家收拾的又干净又精致，哎呀，我可满足了。我呢喜欢通过这些繁琐呀、麻烦的家务，告诉我的家人，我爱他们，真的。我觉得这样可幸福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傻呀？你看这表情。觉得你说你付出这么多，牺牲这么多，你想没想过，要是万一什么？哎呦，你宝贝闺女，快！哎呦，她真的是黏死了，这才分开不到1天呢。哎，佳。啊，我在小慧阿姨家呢。哦，这就小妈妈了。啊，外婆也想你呀，外婆都好几天没见到你了，是不是？你得多陪陪外公外婆。哦，是吗？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呀？那我们佳佳吃的好不好呀？哎呀，真棒！行。妈妈明天就去接你，好不好？哎，好，佳佳听话啊。好嘞，拜拜。啊，亲一个，亲一个，挂了啊。粘人吗？粘人。这孩子。哎，接着说呀，你刚说到哪儿了？说到那个。哎呀，这炸的！我要做试管了。哎呀，吓我一跳！真的呀！哎呀，小慧！哎呀，天哪，天哪！你终于决定了，那我可为你高兴了。哎，薛兰来了，我去把那个锅。对，你没事，你去看完，等着他一起公布啊！好。干嘛呀？你这表情什么反应？试管啊？至于吗？不是，你太高兴了是吗？真的假的？又不是愚人节，当然是真的呀。不会是你们老周在外面有情况了吧？你神经病！不是，真的。你吃吧，你怎么会想不通呢？什么叫我想不通？以前是谁老一直催我生孩子？天天说，你看我这有孩子多好多好，天天的给我催。以前是以前，现在我带俩娃呢，你看我这满脸皱纹、眼袋，哎，哪有？游泳圈减不下去啊！你吃太多了。你少打岔啊！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年纪生孩子意味着什么？哎呦，不年轻了，这怀孕会影响你情绪，影响事业，还影响你夫妻之间感情。人家真的，你别笑。为什么会影响夫妻之间感情啊？那你说怀孕了，你这对吧？你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啊？雪兰，感觉水深火热当中。我这是经验之谈，真的。你还试管是吧？你试管除了生理上的痛苦，这万一你要是没成功，哎呀，能不能盼他点好？不是的，真的是。人说一孕傻3年，才6年。他超值，他不止6年，知道吗？就这样你还怀是吧？
我真的，我告诉你，这万一没成功，最后都是煎熬。哎，你怎么突然变这样了呢？你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累着了。我真累啊，心累，真的。我再跟你多说2句啊。这一个人啊，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事儿。你既然决定要生孩子，咱们得支持你，为你高兴。可是。从你决定要孩子那一刻起啊，你的生活就完全不同了。你要放弃很多，改变很多，而且会有很多意外状况出现。你有幸福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是落差呀。你别笑，真的，我说的是实话。哎呀，但是幸福更多，有了孩子以后幸福更多。你们俩特有意思，就是完全是2种极致的这种家庭生活代表。一个是特别沉浸在家庭的这个幸福当中，一个是就是饱受生活摧残的老母亲。金2胎妈妈，我懂，不容易。有2个孩子跟1个孩子还是有区别的。真的，我跟你说，喜怒哀乐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到时候，你这有了孩子，这世上就多了一份牵挂，你没有办法抛却的，是幸福，可也是沉重的幸福。我就感觉那个轩来听着我要孩子这消息，感觉像自己听到了自己怀3胎了，受到强烈的刺激。我也是现在2种不同的感觉。刚才我沉浸在你的幸福当中，这会儿看着薛来，说实话，我有点心疼你。我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是咱不这么想行吗？更多的是快乐呀，是不是？我就是把以后会出现的情况提前跟他说了，让他心里有个准备。我们还是要祝福他的，祝好运，好吗？好运。谢谢。哎呀，知道了，妈。抓紧时间出发。抓紧呢！现在我俩马上就要出门了。这路上要是堵车，耽误了时间怎么办呢？你们俩也真是。你说你这是，每次都磨叨一样的事儿。你这不跟我说这些，我们现在都走了。也别太急啊，慢点开车。我知道。你说你啊，这又催我们快点，又让慢点开，我是快还是慢呢？啊？你们先收拾收拾。有空回来吃饭。人家那个周航还给你准备茶了呢。上次你们不是觉得那个好喝吗？啊，让人又给你弄来。好，是2盒还是1盒啊？一会儿给拿过去啊，拜拜。行，那你就明天下午就4点半吧，约缪总。啊。好。另外，那个你了解一下华哥眼见过 IC 的情况。对，第一时间告诉我。对，第一时间。好了，没事了，拜。你跟那个华和远见聊怎么样啊？我听宏达说好像还聊得不赖。哎，交给投资部了。彭大海在跟进。如果过了 IC 的话，B轮融资就敲定了。为什么要交给彭大海呢？而且你这从投资部调到那个原生东方科技，我还从别人嘴里知道的，怎么回事啊？怀疑我的能力啊？啊！我是关心你，周先生，好吗？好，谢谢你。哎呀，而且这彭大海这口碑也不好啊！你们老板那么精明的人怎么想的呀？干嘛把他调来管投资部？职业病又犯了。今天不聊这个啊。哎，咱们先踏踏实实去医院做体检。
完事后去妈那儿，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哎呀，我今天去主要是店小童那边看看他什么情况。小童怎么了？我没跟你说啊，那我可能忘了。上次让妈带回家之后，就一直没联系嘛。然后我之前那阵儿，单位也一团乱，顾不过来，我再给他打电话不接了。妈怎么说的？陈念真这次特别反常。这要平常，这个情况早跑这儿来了，这次一点动静都没有。哦，是吗？我得提起点注意。这是挺反常的，今天过去注意点分寸啊。你怎么不让陈念真也注意点分寸？喂。哦，我知道了。怎么了？有情况？预想投资，还有吴月婷，都撤诉了。撤诉了。喂，大林。好，我知道了。律所也接到正式通知了。哦，看来是真的。是你，肯定是你，他们不可能无缘无故撤诉的。你介意吗？啊？唉，请你吃饭喽。好啊，我等着。常叔，常叔，哦，你们来了，来了。嗯。哎呦，摆弄相机啊！来，周航坐。哎，干嘛呢这是？你说白茶好喝，这给谁收拾东西啊？小童的，这不小童你小童啊，要走了。去哪儿啊？我也喝茶。哎，好，谢谢啊。那个，去波士顿啊。真够沉的啊！是。他同意回去了。啊，同意了。那学校还要他？一定没翻了。对，一定要有一个防潮柜。姓张的，你让的呀？走南闯北了，没时间用。嗯。连字母都不认识，你给他找学校靠谱吗？你怎么不跟我说呀？那我靠不靠谱管用吗？关键是他靠不靠谱嘛。带点阿姨到处走一走，给她拍谁呢？对呀，写论文呢。在哪儿啊？书房，我过去看看去。那个啊妈，刚退，那个心态不是，多陪他聊聊。胡说八道，我不会的，常叔没问题的。好好跟他聊聊啊。好嘞，好嘞。你妈净胡说，对，打麻将一输就说我心态不好。哟，发愤图强啊！怎么着，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呗？之前那些我都跟妈坦白了，我也都想好了，以后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我现在就回学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行了。你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你要不然都让我快急死掉了。你爸爸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不会让他知道的。对，我们现在都是你团伙，知道吗？都跟你一起瞒着常叔呢，为什么呀？就是让你知道，有什么事儿呢，跟家里人说，不要害怕，我们永远跟你站到一边的。这次既然决定要回去了，就不要浪费时间，好好学习，然后
别动不动就自己偷偷跑回来，那么远，你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呢？多吓人呢！知道了，姐。还有啊，像你这种啊，我多说了，这些垃圾食品就特别的不健康，你知道吗？整天放在桌边吃。你也没少吃我的。你姐说的对的呀，垃圾食品确实不能多吃。你不也在吃？哎呀，行了，我这还有点才写完了，你们俩先出去吧。好好写吧。我需要交的。好了。现在市场上微单的产品很多，质量都很好，您不考虑一下？哎呦，那行吧，那不就是傻瓜吗？怎么是傻瓜呢？微单这个产品呢，便携轻便，而且拍照的质量非常好，像素达到5、6千万，一点不比它差。关键带着轻便呀。对呀，这套东西就是太重了。是啊，我给您订了一套，现在还没到货，等到货了马上拿过来您试试。好，那就先谢谢了啊。哎呀，那天我一听到那个小童也瞒着我回国，啊，我一下子我火就上来了。我说话还有我的态度，那个，可能有点过，我向你赔礼道歉。陈念真，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让常晓彤刺激大发了？是不是？你要有什么你跟我说，你别这样。你过了你啊！我告诉你，你态度也很坏的你。我主动向你赔礼道歉了吗？行吗？这事儿。关键是这历史上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待遇呀！你现在突然这样对我，我很手足无措的。我行了，咱不说这事儿，过去。那个，小周说你有什么有好消息要告诉我，啊？什么事儿？就是我们俩决定要孩子了吗？哦呦，你这么大岁数，你突然间想到怀孕了，真是的你。哎呀，我谢谢你，陈念真。哎，你这身体情况，不是你现在你这身体，你好受孕吗？这么大岁数了。不是那我也是岁数很大了啊，那个生孩子的。你问题是，不是你，你现在你能怀上吗你？所以我们就接受医生的建议啊，我们去看看这试管婴儿啊。哎呦，试管啊你？怎么了？哎呦你，你试管啊你？哎，不是，陈念真，你别激动行吗？你控制点自己，你坐下说，你别一激动你就走来走去的，弄我心里特别慌。不是，你坐下，你坐下。哎，我跟你说，你知道试管有多遭罪吗？啊，那个我办公室那个小周，我跟你说，他就是试管。哎，你知道每天要打什么来着？那个什么针？排卵针。天天的。他也没有天天打，你别胡说。一个原来很开朗的一个小姑娘啊，后面成了个怨妇。我不希望你那么折腾。不是，小周变成这样，跟他做试管婴儿没有关系的，好吧？当然有关系了。你都没有了解清楚，你就在这瞎说。而且你说之前不是你一直催着我要孩子吗？你现在说成这样。这谁还敢要啊？吓死了！我催你生孩子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生啊？这个也得有感觉啊！你以为出去买大白菜呢？另一颗回来。你现在有感觉了，有感觉去做试管了。好好说话，好好说话，行不行？本来挺高兴的事儿。妈不是自私啊。你说你现在你去做试管婴儿，对吧？你万一要是不顺利呢？不是，我说的是万一不顺利呢？你无论如何，你说你吃苦的，对吧？是你自己。你啊，千万不能勉强自己去做任何事情，得学会对自己好点儿。我知道你担心，知道。但是妈，我这么大了，是不是？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孩子这么大事，我肯定自己想好了。
我就是由衷的想体验一下做妈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不是为别人，不是啊。而且现在你说，这医学这么发达了，都有很多成功案例，不会有什么事儿啊。快！小童走的时候，我跟周航去送吧。不用啊，你们忙你们的。那个，我让那个司机小王送。小王还上班呢？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儿。那小王又需要我们接送的话，提前告诉你。对。今天你妈和常叔都挺开心的。我说的没错吧？沟通很重要，即便是亲人也不能例外。哎，但你不觉得今天有点奇怪吗？你说小童啊？多明显呢！小童这孩子古灵精怪的，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我都不觉得意外。哎，我提醒你啊，你现在不适合管他。不是我管不管他的问题，咱们今天进屋，你没看见陈建真干嘛呢吗？收拾行李呢。不说让小童接着出国念书吗？去哪儿念呢？我查了，明明都退学了呀，对吧？这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所以说当着常叔面没提。他今天故意就在这收拾行李说这个事儿，那肯定是真找着地儿了呀。而且我一点都不知情，就说明陈建真跟小童一起瞒着咱俩呢，太奇怪了。常叔老来得女，小童是他的掌上明珠，你要谨慎处理这种关系，弄不好的话会很尴尬的。那我也不能不管呢，一家人。关键是陈建真太不靠谱了，连个字母都不认识，要给孩子弄出国念书，就往哪儿去弄啊？你好歹你问问我呀，你这个他自己随便搞，被人骗了呢，搞个什么野鸡大学怎么办呀？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你直接问你妈不就完了吗？我不能问，他不会告诉我的。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告诉你？他要会告诉我，就不会直接今天来这一出了。今天很明显就是让你看到个结果，让你接受。我得想想怎么入手去查他们。反正这个事儿你要慎重，必须摸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你才能介入。这个陈念真真是让人不省心，还说孩子，哎，他比孩子还让人费心。高总叫我到集团来，说要跟我聊聊，看看聊什么吧。哎，佩文，哎，文宇，谢主编，高总正在参加电话会议，前面稍等一下。啊，行，没问题。好，那你先忙。嗯。周总，这是我找了好多朋友帮我做的调查。一直就觉得华哥远见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问题。毕竟他之前融资这么麻烦，这么困难，果然不出所料。张宏达用走私原件。这件事一旦曝光，不但会有巨额的罚款，而且会引发一系列法律的问题。是，幸亏彭大海把这个项目抢过去了。我现在倒是希望这个项目能马上通过公司的 IC。你把彭大海和董事长想得太简单了。这件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喂，好的，知道了。周总，等您开会。好。谢主编，高总有请。哎，好嘞。
最近怎么样？压力大吧？哎呀，这个官司的问题，我的压力也很大呀。你看，上级主管的压力，集团的压力，包括客户们的压力。但现在好了，经过各方面的沟通，玉象投资和吴月婷呢都撤诉了，我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这段真是辛苦您了，高总。哎呀，大家都辛苦啊！你后面是怎么想的？我正好今天来，也想向您了解一下呢，咱们集团对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安排？我个人这边呢是已经都调整好了，随时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上。而且说实话哈，这次的事情其实暴露出来我们杂志内部的管理啊、人员的问题，其实还是蛮大的。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进行一次很严格的一个整改。是啊，这件事情负面效应还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因为人家不跟我们打官司了，我们就认为这个事情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是的，你有一句话说的是很对的，就这件事情暴露出来的问题是要处理的，而且必须要有人对这个事情负责任。您的意思，如果我对这个事儿负责任，这个事情就可以盖棺定论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从集团的角度来讲呢，他当然希望中商浪潮能够以此为转折点，呈现出新的气象，为集团的改革和融资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高总，您看哈，咱们都这么多年老同事了，有什么您直说无妨。好，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支持集团的工作。吕健最近表现得很好，在前2轮的投资谈判过程中，对方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再加上集团的老刘要到退休年纪了，我想推荐你呢去接替他当集团的副总编辑。职级上虽然是平级调动，但是也算是集团的领导了。换一种方式为集团继续做贡献，同时呢，也是集团对你过去这么多年工作成绩的一种肯定。你觉得怎么样？吕健，我跟他说过了，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他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富航创投能不能给中商浪潮投资，就要全看你的了，不要让我失望啊！好。董事长，坐吧。好，开始吧。今天讨论的是哪个投资项目？是华科远见手术机器人的项目。开始说吧。手术机器人正在改变传统的手术方式，未来在临床很多领域都会有各种机器人，但其中华科远见的手术机器人在关节置换这个领域已经达到了全国的领先。从手术的体验来看，我们依靠于华科远见的机器臂手术，它可以精准到1毫米，6个自由度的机器臂可以在任何的角度进行手术，而且非常稳定。华科远见的手术机器人，它植入了术前的规划，以及在手术中它有导航 AR 的系统，这可以帮助医生快速的把一些复杂的手术制定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而且他们的 AI 是将人体在手术台上的位置与 CT 影视相结合，
你是说张宏达用了走私原件，而且做得很小心。当然了，这个他也没办法。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在玉象投资，这个就不是秘密吗？肯定是个秘密。有可能还是引爆玉象投资的一颗炸雷。因为提供走私渠道的人是我安排的。咱们今天这个见面，你给我传递的信息量太大了。这不是要合作吗？我这个人一向是很有诚意的。我不仅要告诉你这些，另外我还要告诉你，整件事你们的董事长梁文森也是知道的。通过1080P 的分辨率加上裸眼3D 的技术，能够让医生观察到动态当中整个手术周围的全方位组织结构，而且未来还可以做5G 的远程手术。您好啊，您好，请问您找谁？我是玉象投资的江一迪。前几天我预约过那个见李总。哦，请您稍等一下。江小姐，这边看见你的预约了，不过李总他最近不在公司，他在忙着做活动。哦，那他今天回公司吗？明天呢？那您看这样方不方便啊？您给我一个李总的联系方式，邮箱也行。啊，这个实在不太方便。打扰了。啊，没事。哎，巧啊！哎，来找李维庆啊？可惜他去武汉参加活动去了。看来我们都要白跑一趟了。哦，不是，我是来替朋友拿加盟资料的。李维清跟我已经约好见面时间了，他说从武汉回来就安排。啊，其实也没什么，因为我刚好认识沈宗玉嘛，沈宗玉你知道吧？啊，当然。对，所以我想他出面，这个面子李维清还是会给的。走。好，行了，谢谢。咱俩上次见面应该还是在伦敦吧？对，伦敦。太久了，真是。请慢用。你说说你啊，来普航这么久了，你现在才来找我？这不刚接手公司吗？然后就闹出点小风波。总监应该也听说了。忙得我焦头烂额。安顿的怎么样啊？差不多了，还有一些东西要从北京寄过来。准备打持久战。对。我非常看好普航的投资环境，然后地方政府给的双创扶持政策也非常落地。当然，您要说从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北京仍然是领头羊，但是工业化智能制造这个领域，我反而看好厚积薄发的普航。真的在这个领域，有很多非常非常出色的创业公司，我觉得他们需要机会。是。这个月初不是发布了一个普航智能制造3年行动计划吗？我呢是这个专家组的成员，这个计划的支持力度很大，你可以关注一下规划期域。明白，谢谢总监。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领域可能会比较慢，所以我在后面募筹的基金，我也是把它的周期放得更长一些，这样对基金整体的内部回报率会更高。对 LP 也好，对创业公司也好，更合适。别光聊啊，吃。吃。边吃边聊啊。
对普航的金融投资有什么建议啊？你刚才说的那个基金期限的事儿，我得回去好好想想。你先别着急啊。行，到时候您有需要的话，随时联系我。又怎么了？李哥，你猜我看到谁了？谁？我二姑啊？能不能行？行，我三舅。哎呀，我看见于石了。你不天天看见他吗？关键是你猜他跟谁在一起啊？你肯定猜不着，沈宗玉。谁？普航创投的沈宗玉。沈宗玉。你那个赶紧把地址发给我，你给我拖住。你干嘛？哎呀，我一会儿给你看，你赶紧把地址给我发过来啊！你什么情况？喂，